用裂片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裂片独家冠名播出，硬核修护，有我不烦。本节目由身体护理专家凡士林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邀你一起畅享行动乐趣的福他林赞助播出。最后2个 case 会选出固定的 leader。你会选谁当 leader？ 我其实对于这次的合作是非常失望的。我俩的做事思路可能有更大的差别。我说难听的，这2人都对我固执，目的性比较强一些。他非常直接，大家压力都很大。哎呦，天哪！如果要争取，那我可能 team leader。我也期望有人做 leader。坦白说，我愿意自己做 leader。都想做 leader。小哥，你设计那里有什么更新吗？人没走，一个都没走。小鹿，你发了吗？没有。让我想了一个好办法。这不行，也没时间。就是给他确认一下这个方向，该做的东西都没做完，在这里也没用的。有时候的我们所谓的服众，可能是在一个群体里，每个人很明白自己的身份位置。用裂片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裂片独家冠名播出。猎场内外成长百态，欢迎收看优酷独家出品、猎品独家冠名的猎头职场观察真人秀《嗨城市猎人》。本节目由优酷安徽卫视共同播出。大家好，我是杨迪。接下来有请我们猎场观察团的各位朋友给大家打个招呼吧。都这么熟了，已经是我们的第6期了哈。通过我们前5期节目呢，我们也看到这群年轻猎头们的成长，然后也对猎头的专业能力有了一些了解。所以我想问问大家，曾毅、丽娜、陈楚爱、司徒佳琪，还有我们的胡晓、陆泽林，如果把他们招到自己的团队，你觉得他负责自己团队里面哪个职位比较合适？我会找曾毅进入的公司，然后让他组一个猎头部门。进来以后，他还是适合干猎头，是不是？对。还有别的一些职业的走向吗？小鹿，对，小鹿啊，月华觊觎小鹿已久了，你觉得小鹿适合到月华娱乐干什么？我觉得小鹿的话，除了 HR 部门的话，我觉得他还蛮适合做经纪人的。经纪人，对，因为我觉得他情绪稳定，而且特别会照顾别人的情绪。主要是因为之前把月华娱乐的那个企业文化背得非常溜，对吧？对，所以他洞察能力很强啊，他能力很强，而且他还是一个蛮会安慰人的人。可以安抚艺人在工作中遇到一些情绪问题啊。对，我觉得挺好的。我会让那个曾毅，因为我一直很支持曾毅嘛，我觉得他可以来当我的经纪人都可以。当你经纪人吗？你现在经纪人怎么了？这样，我跟你现在经纪人发个微信。不用，这段他看得到，不好意思。就是秘书，我觉得曾毅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他很果断，他能够告诉对方我这个艺人的优势是什么，很好的把我快速高效的卖出去。所以这样的经纪人合作起来就觉得很有效率，很痛快。所以大家对他们的期待都非常之高，因为上期我们看到了他们分成2组，然后去到我们的月华，然后接下来呢马上就要去到我们的大码女装和优酷部门了。所以先看一下他们去到优酷那边关于一统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分析。他们好像去的是优酷的一个节目录制地，我们可以看一下来。就我们今天来优酷拜访，主要是来感受一统这个工作现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更具明确我们找人的方向。因为我们今天是接到了这个职位的 JD 嘛，说我们要招一个一统的 manager 的岗位，所以我们想简单了解一下这个职责。首先，它需要有良好的资源；第二，它可以合理的给导演组提出艺人组盘的能力；第3个呢，就是议价能力，建立价格规则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处理突发危机的能力。因为正好我是在上海去录我们的一档节目叫《了不起舞社》，那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现场看一看。OK， 可以啊，可以啊。到了。
潇潇那个节目吧，了不起舞社啊。哦，原来这个就是哎。诶 ，Hello， 我是阿哲。你好，你好，我是楚爱，我是柔蒙娜。就从那边上楼就行。他说这个。好的。这边这个地方是工作人员的休息的地方。对对对，然后艺人在这边休息。这儿是艺人休息室，你们看一眼里边的配置，就是每一间其实都一样，必备的就是一个化妆台，然后一个化妆镜，然后还有工作人员坐的地方，还有他们平常吃饭的地方。那这个算是统筹的一部分工作吗？是的，就是艺人休息室全都是一统的工作。这边有点拥挤，没关系，我们看一看先。啊，我以为就是我们就在这里面，没有，就聊。OK， 这边是休息室嘛？啊，好的好的。对，比如说就是艺人休息室，我们踩好点之后会看，比如说洗手间在哪里啊，或者去现场最近的动线、最快的动线去哪里，然后多长时间。这样，比如说导演说艺人可以来台上了，那我们大概算好时间就催他们去现场了。对。我每次一到休息室，第一说，哎，洗手间，是，一定先问这个。其实他的休息室不是在里面真正的休息，就是他们在比如说取一个景吗？不是，就是其他时间没有准备好的时候，那他们就有一个专门的屋子等待。那边那个2楼就是，我们从那里走上去就是。对，这算其中一条动线啊，往上面走楼梯。录制时候我们一统要负责踩点嘛，就是说从休息室到现场有几条路线，比如说这上楼梯是一条路线，然后那边还有个电梯也是一条路线。有的艺人就是比较性子急，他们说我可以爬楼梯，但有的像女艺人，她们要穿高跟鞋或者什么，他们就不方便走。那我说我们是坐电梯。哦，你们这是全方位，所有的细节都想到，你不要这个我就给你这个 A B C D， 你随便选。是。对。哇。其实因为我们不提的话，艺人团队那边会有要求，那我们就记下来，下次之后就按他们的要求这样去协调。做多了就经验了，不然的话就是现场他们在问我们要路线，我们就会很尴尬。对，这就是现场的一条动线，从那边上来之后往现场里面走。这个休息室离录制大厅挺远，非常远，真的每次走这么远。而且那在16楼，所以一开录其实都中间休息就不想再回去了。对，小心啊，就是包括这些什么踢脚线都要让艺人注意。哦，这个就是对，这个就是我们舞社的一个录制现场。摄影棚一般拍不到的地方都很杂乱。是的，哇，我还从来没有来过这种现场的地方，我感觉很棒哎。哦，这舞台还挺美的，后台后了。其实现场很黑，你可以看到现场所有东西都是黑的。包括如果录制的话，那边怕漏光，那边都会是黑的。所以他们进来，比如说快到现场会开一个小手电，然后能看到脚底下路就可以了。其他时间就是这些都是黑的。OK。那比如说这个节目里面需要后续的一些流程，你们应该是全部清楚的，然后再跟艺人这边对接，还是说是提前知道1周的内容啊，才跟他们去对接？因为录制的内容相当于是导演那边把控的，然后他们把整个流程告诉我们，然后我们需要确认，比如说这一部分录制内容是在哪个场馆，然后我们怎么样把它带过去，中间的衔接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去把这个时间留出来，然后给艺人团队告诉他们。对，所以每天的事情都是当天完全重新沟通的。前一天晚上，而且比如说他换场馆之间要换造型、改妆发这些，我们都要提前给他算进去。OK。你觉得就是因为现场有这么多艺人，你们会选择吗？就给你们选择要服务哪个艺人吗？还是说就是随机分配？这已经到八卦问题的范畴了。没有，其实不太会。就是说，因为有的像，比如说是个女艺人，她就比较喜欢希望是个女生一统，这样比较方便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次的导师里边有程潇老师嘛，然后他第1季也在，对，然后第1季也是我们做的，然后我们就会把第1季的一统直接就给他，已经很熟悉了，建立了默契了，对，然后直接就对接上了，然后大家就没有成本了嘛。就对接上了，就是那群直接又老师们第2季了，对，就把那群名从第1季改成第2季，又见面啦。你们可以上台上看一看。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小心楼梯啊，感受一下这个，因为那个台子也要铺黑，然后包括这些贴都要贴好，这就是防止它这个光线受影响，是吧？对，然后这个贴好是为了下来看得清，包括女艺人要穿高跟鞋的话，就要提醒她不要踩到这里部分。对，这个要是穿高跟鞋有洞洞的话，就掉进去了。对，这个都我们要提前看好。对。我们可以坐这儿聊。
哇塞，这准备来一段 battle 是吧？来正中间聊。那你们是总决赛还没录是吧？没录，其实我们也刚录没多久。哦，那我说一下一统需要主要做的什么吗？可以啊。比如说临近日期了，比如说什么1月10号录制，一般比如说我们1点到，我们会让艺人12点半，然后来到现场standby，因为有的艺人会提前到这儿在休息室妆发，因为他们的习惯不一样，然后一些情况也不一样。就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陈晓老师，他每天都第一个到。干嘛总是 Q 我？主要是为了表扬你。这个工作就是不能社恐。你一般到了一个新组，除了自己的可能我们的一统组的同事，然后以外，剩下可能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你就要去跟所有人去沟通，所有人去交流。我知道，是的，好的。哦，去大码女装了。我还是想把那个大码女装给再找一些信息先。你好 ，Hello， 欢迎。对，我是那个教你。我姓陈，我是 PlusMode 的品牌部的负责人。好的，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好呀。最近的一些打样的样衣啊，都在这个地方。那这位是明哥，这位帅哥就是我们所有设计跟产品的负责人。Hello， 教你，胡晓。好，是昨天我们有在线上有见啊，以后司徒，这是我的名片。好，这边是我们的展厅啊，这是我们的那个陈列室。这边呢是我们会陈列一些天针线的，天针线的就是我比较爱穿的。经常可以看到我们杨老板会穿这条线的产品拍照。杨老板最喜欢待的就是这儿，因为他自己对于产品特别上心，他跟大家一样是大码女生嘛，所以他会知道怎么样可以让大家看起来更优雅、更显瘦、更性感，以及整个风格他也会进行一个大的把控。我们的裤子跟小码的裤子的最大的区别是在这个地方，这条浪一定要打到位，它才能够包容度更高。它并不是只是腰上抽个牛筋啊，然后它要求的是有一定的审美在这儿的。还有就是什么小腹会大，所以说它这个浪长也会有关系。所以说这2条线是最重要的。能看出咱们一定是在这个大码女装这里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小巧思，各种的，希望说能呈现更好的一些作品给到大家。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最初呢，杨老板他其实特别的爱美，也没错，因为他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得体的、美丽的外表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观感。可是他因为自己长期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经常看到一些很好看的衣服，却没有他的码。so sad。哦，苦恼。他就觉得好吧，既然没有人为我来提供，那我来为大家做一些事情，为和我这样同样爱美的，可是一样买不到这样有设计感的衣服的女生创造一些什么。这其实是他创立这个品牌最早的一个初衷。其实杨老板的话，其实还蛮有情怀的，自己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要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哇，你是会说话的。谢谢胡晓对我的认可。来给你们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插曲啊，杨老板特别不喜欢黑色。他经常说我不喜欢黑色，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大家都觉得凭啥我胖我就得穿黑的，因为黑的显瘦。他自己认为大码女生是要展现美，不是来掩饰她的身材。就他希望看到色彩，看到个性，看到活力。哦，了解了。其他的你们这还有问题吗？小鹿整的那些个品牌还有哪些在杭州？你这个整理一下，到时候这块的话，你着重跟他交流交流。啊？不是，还有8分钟，你现在跟我说你让我来整理，去着重跟他要求讲，我咋跟他说呀？你别逗我了。他这个就2分钟的活儿，那我干不了。我来也行，我2分钟也搞定了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像我们设计部也有一些，因为是从这个外面可能是过渡到我们公司来的，他们的背景的话是哪些公司的员工居多？都从哪儿挖来的人？这个不太好透露吧。因为我有一种假设啊，假设他可能之前也是在一些大的女装品牌中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是否像这样的人选，可能我们是会考虑的。
对对对，那我明白了，因为它在整个技术还有工艺各个方面，就在产品基础层面的基础会是好的。对，我理解了。还有一个加分点呢，就是对杨老板个人的认知要非常的清晰。是，我一说杨天灯，他都不知道是什么的，那就不要聊了。这个肯定不行，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一定会在前期筛选好的，至少他一定要对杨老板是有认可度在的。对对对。比如说你来认知一下杨老板，一句话认知，你会先说什么？杜总，敢爱敢恨，特别能干的女人。陈潇对杨老板的认知是什么？大码女装。品牌已经打出去了，品牌已经打出去了，好，都有认知了，而且非常之准确。我还想问问，因为咱们22号要有一个最终的交付嘛，所以会期望我们呈现多少位人选呢？3到4位。不要太多，太多的话可能时间这一块也不会特别的宽裕。好呀。非常感谢你们的时间，客气，谢谢你们。走了，拜拜，拜拜，谢谢，拜拜。至少要有3个简历，有难度，有难度的。刚刚一统聊到一个特别好的话题，他说一统千万不能社恐，因为他好像要沟通负责的方向会特别多，所以性格其实在工作中起到非常大的一个重要性。哪怕你本身有点社恐，但是你开始承担这个工作之后，你一定要想办法改变自己的个性，对吧？对。但是我觉得大部分选择做一统工作的人都不会是社恐的人，他就天生喜欢跟人打交道，对，所以他才会选择去做这份工作。其实性格很容易吸粉，比如说苏醒，他有很多除了作品粉以外，很多性格粉，对不对？就是因为你的个性的关系。有很多性格黑粉。也有好的吗？也有好的。就你性格太鲜明的人，他一定会有好有不好的。但是你最终还是觉得自己要活得自在一点。就算有很多性格黑粉，但是你也不在乎。是的，所以其实这点我是比较欣赏天真姐的。包括你那个书我也开始看了，我觉得性格还是要就坚持自己的。你是什么性格，你就去尽量去舒服的去呈现、去表达就行了。对，因为性格这个事情对工作来讲，如果匹配，它会让你比较顺的，比较舒适。但是呢，同样某些工作呢也会训练你的性格，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反身性。就是当你习惯一个工作做久了，这个工作里的很多思考逻辑会反向作用于你对所有事情的思考，它慢慢又会养成你的性格。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互相影响的部分。性格的话，其实实际上会跟你周围的环境改变而改变。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接下来2位小组会怎么推进3个岗位的工作呢？我们接着看。打开电视用酷喵看《嗨城市猎人》追好综，切换真相，高清又好看。你今天还要见人吗？对。出去见？你是出去见吗？我都是视频。我们那个职位 base 北京优酷的。你们优酷是需要做什么呀？找人。防备心很重，感觉。要多少人啊？优酷这个我现在有2个、3个。那这个职位就你做，他俩不做吗？我和楚爱做呀，拉娜在北京，怎么做？拉娜就主要负责月华这个吧。但月华这个你们不是也找了挺多了吗？对啊，也做呀，都做。我有点判断不出来，司徒是在闲聊还是在试探，都是那种不经意的提问哈，在探知敌方的动向。没有一起回啊。是这样，就是昨天在你之后，我又见了一位人选，那他呢是典型的就是 Z generation， 是现在说超级个体，95后。我就说很直接，对，我比较想追求我自己想追求自由的，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然后他是在整个一个沟通的圆融啊、成熟度上面，以及他身上的 corporate 的打工人气质是几乎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你的优势也在这儿，就是你经历过 corporate。他直接把那个人 pass 了。
这是这次的话是跟乐华娱乐合作，汇报就是汇报给他们这个音乐的总监，目前的音乐总监就是阿鲁头做这个事情，其实是阿鲁头还有蓝男者非常关注。他们针对音乐风格这个其实不局限的，他们希望这个人进来可以带一些新的东西，创新性比较强，可能整体的话会对他们整体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哎，喂，你是对优酷的这个职位是感兴趣的是吧？对的。哎，我是猎头啊，Ramona。我简单了解一下，因为明天我们也跟乐华这边要沟通一下，就是你现在这2段猎聘上面没有吗？你一会儿文字版的你可以有空打给我一下，我帮你更新一下简历。好，谢谢你。哎，谢谢啊，拜拜。司徒早。早。小哥，你设计那里有啥更新吗？还没有呢。这人是吧？对。人没走呢，一个都没走，我没顾得上。哦。喂，哎，王老板，你有没有一些方式接触大码女装这个圈子啊？没有。这是个圈子了。这圈子里面有谁？那个我记得你之前是有一些那个设计师，服装设计师。服装设计师不多是吧？哎呀，头大呀！快！小哥，你快啥呢？想快点赶上进度呀，一个候选人都没有，还累得腰酸背痛的。开启新赛道是很难的，不过呢，快解决你的腰酸背痛，我倒是有办法。哦，我试试。哎呀，确实舒服多了，加快进度啊！你有没有啥资源啊？账号啊什么的？我问过瑞蒙了，瑞蒙是整个集团的服装的负责人，就消费品的负责人，那个也少，那个还得问，他们之前也没走过大码的，还是走网络渠道吧。一贴出人的话，这费劲。他们之前做的都是那个修鞋的这种，少。因为我们其实是时尚品牌，所以对他找的是那种纯服装类的，还是不太一样哈。啊，它是时尚品对时尚设计那种。回来了，楚爱。Hello， 娜娜，顺利不？抱一抱，顺利，抱一抱。狐狸组合半天就解散了。他们羡慕嫉妒，不要拆散我们。加油啊！感觉你今天状态很好，就是蛮帅的，还是啊。哎呦，这甜了。也困。哎，what？ 已经讲叠字了，这是什么表达？一个大直男讲了叠字。小哥觉得又可以睡觉了。躺一下。你赶紧大码女装，别躺了。大码女装真头疼。大码女装不行，等会儿让小鹿来吧。楚安，你都找了人吗？这边找了，人没走呢，一个都没走。我们倒是有人可以推荐，但优酷那个就是按照我们的维姐，所以优酷这边你对接，对，然后乐华那边拉娜对接，然后他是 leader， 那他的 leader 主要做啥呢？都懵了，交付，就 leader 主要做交付。我这人咋这么少呢？你现在有几个人啦？我在跟进我美国那个朋友的，但是他的简历真的是炸，他本身在国外也有资源，而且他会懂2门语言。哎，我4点30就可以完成，然后我们是楠姐的那个巡访，是5点，4点30到5点之间可以跟我碰一下。肉粒。
丞相。丞相？那你是什么？我是一个有名无权的司隶。说自己是有名无权啊。这里去哪里了？我只是一个 researcher。Jerry 去哪里了？他还在北京的路上，回来的路上。回来了。他完全没法 deliver 了，deliver 就是靠你了，感觉小哥也靠不住呀。我的，这怎么办？靠不住呀。你说大声点好吗，肉粒？哎呀！到你们的中间来。我已经想到怎么表达了，只是我要倾听一下。先给你看一下。第2趴就是意愿度和影响力，但我想了一个好办法，把这2块能够更好实现，就是这2块，我都插2个音频，就像让候选人自己。这个不太行，不太行。其实我在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在收集的声音里面，就是那些，就是你说的这几块。不是他想让候选人录音，这不行也没时间，对，这肯定没时间。截图啊，对，之前这个我觉得还是你知道我们来说，就是谁面的候选人谁来说，然后具体如果他想了解的话，你为什么不去面试呢？也是可以的。对啊，就是要现场说，然后这个意愿度和影响力，你可以交给我们顾问来讲。Hello， 接下来有1小时的答疑时间。好，如果你们有在做这个案子，包括去客户寻访那儿遇到任何的问题，想来找楠姐这儿聊一聊，都可以去那边找我哈。1个小时的时间啊。那我们要不现在？可以，等。你还有什么要问的？要不然你去问吧。感受就是。他一个人去问得了。也行，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你去问吧。就是给他确认一下这个方向，对不对？对。速战速决，应该都 OK。非常也没用的。我觉得楚安刚刚那个给了我。楚安去问问题。一起去吧。别一起去了，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的理解啊当中会有解读的不一样。你俩去吧。那我们俩去。对，你们先去搞吧，遵义又陷入他之前 leader 的那个状态了。你干嘛？你在那？还有这种我在工作，不要来烦我。他是那种很典型的个人 performer， 就是个人绩效者。他上一次当 leader 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到中半段就会进入这种状态。肉肉呢？肉肉他在电话上还在交付。哎，为啥你不一起进去啊？肉粒。其实没有什么可问的。他俩要问什么？我不知道他们要问什么，没有什么可问的。首先我觉得明确一点，就是客户他想要的是什么，不是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想听听楠姐的这个建议和想法。该做的东西都没做完，你这么浪费时间，不纯等着加班吗？我们如果2个 case 放在一起做，我们的人力安排以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的安排，那 PPT 也没做，那他们还能花这么长时间去问东西，哎。咱目前其实客户刚刚也讲了，他的需求就是要找简历。那首先我们会分成3个 part， 第一部分我该做啥 PPT？ 优酷的，我做优酷的，你做优酷的，那他也不用做啥了呀。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讲的都是观点，但是如果我们脱离这个过程和脱离数据去讲观点，就非常容易陷入到一个对立面。我们在做单的过程里，要让客户感知到我是中立、客观、专业的，为了解决你这个问题，而且事实上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其实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可以上猎聘的 APP 找一下这个专业领域的从业者，跟这些专业人士聊聊天，也是一种获得信息、快速了解行业知识的方法。是，他们怎么还没出来啊？你去催一下吧，去催一下。对，这个也是我们在商量这个排序的问题，先给洞察，再给 CV， 是的，还是先给你最想要听的。但是，其实我们有话要说，给他们留了只16分钟。小哥，
要去敲敲门吗？啥？因为只到6点。对呀，你们要有问题，你们快去问呀，快把他们给撵出来。走吧，咱先那个跟小鹿这个聊一下。啊，我们跟小鹿聊一下。能听到我讲话吗？我可以等一下啊，等一下，稍等一下。你们去哪？OK， 小鹿 ，OK， 我俩都在了。不是，我想问一下，我们不跟楠姐聊了吗？或者先跟小鹿碰一下，他那儿咋等不了他那时间嘛？你催着人家不出来。那行。啊，那讲吧，大点声。友好走已经没有时间了。好，给他们一点时间，给他们一点时间，走。现在明确了 PPT 要做是吧？我觉得还是呈现一下吧。行，那就这个东西你来做吧。没有人来吗？到点了，司徒呢 ？OK 啊，都 OK 啊。有没有别的想法啊？没有。没有人来找我。行，那先这样。啊，拜拜。那个司徒，你的那个 PPT 比较擅长，现在看来要做这个东西了。我不想做，我不想做。哎呦我天，混乱不堪，司徒好像有点带不动，这边有点懵了。对。我来做服装吧。起情绪了。好吧，那就我来做。我寻思一个继续这个他人啊，一个就这个。现在要搞 PPT。好的，那我就来啊，我来做这个 PPT。都没人来，1个小时的时间啊。好的，那我们就这么干啊。我看楠姐在不在？楠姐要在的话，我们聊一下；不在的话，我再打电话嘛。我看一下，哎，楠姐，你要走了吗？在等你们，看你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就走了呀。我跟你碰一下我们的一个流程。好呀。楠姐还是可以哈，真的脾气好。好嘞，听听你们的。我们想展示的就是，我们和其他的猎头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在汇报的过程中呢，我们通常是站在我们的视角，说我接到了一个需求，我了解了你们，我感受到你们的初心，知道你们这个职位很难找，我打算是这样做，没有人想听，或者是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是的，我最重要的就是结果，所以你要告诉我是这个结果你有还是没有，有是怎么有的，没有是为什么没有。这专业的顾问体现的就是你解答问题的思路、思考方法、执行落地这一块，非常精准。就可以没有，但是要有为什么。对，明白了，楠姐的思路真的是很开阔，各种点子。对的，这个一下子就对我们一下就通透了，是吧？思路打开了，思路打开了。哦哟，书都点出来了。哎呦妈呀，点题了。辛苦了。好的，谢谢楠姐。谢谢楠姐。没有，快去忙吧。好的，谢谢。我先撤了，拜拜，拜拜，我们到时候微信联系。走了，回去弄。拜拜啊，那个。拜拜。只有你了。小哥走了。对啊。司徒这次做 leader 好像有点费劲了哈，带不动，推不动。我真的要被小哥笑死了。每天都在叫我们休息，那谁来干活呢？确实。这两组啊，风格完全不同。像司徒他们组有点像那种三个和尚没水喝，各自干各自的事情，好像目前为止啥都没有。然后曾毅又回到他之前那个独自工作一肩挑的一个状态了。其实像曾毅跟司徒这两个组，
我觉得都是典型的没有磨合好的组。曾毅那个组很明显是曾毅他在这一轮当中的领导力没有体现出来，他没有去达成大家的共识。他好像又回到他之前那个状态。对，司徒呢那边就让我挺大跌眼镜的，就是感觉他好像跟那另外2个人不是一个 team 里面的 leader 的角色。在一个组里面一个 leader 的角色，他应该是说 OK，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不做，或者说我不想，但我认为应该怎么做，他没有把建议给提出来。对，但作为一个 leader 的话，他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反向的一个安排，所以我觉得这2个组今天表现得很奇怪。确实如此哈，所以在猎头行业里面，考验这个合伙人的一个职业素养还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他要怎么去分配这个才会比较好一点呢？非常难，在猎头行业里面。我们猎聘一直说这个6维的这个能力图，对吧？但是你怎么样去实现说一个 leader 能够带领一个团队做好事情，就做好一个合伙人，首先你得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另外一个你的领导力得足够强，比如说你树立愿景的能力，你团结团队的能力，对吧？你要有使他人有这个赋能的能力，然后还有就是说你沟通能力，就是这些能力你必须得有。没有的话呢，你其实很难去领导一个组织往前走。对，其实这2组，像月华这个项目是2个组的一个比稿嘛，然后大码女装和优酷这个岗位呢是2个组分别认领的一个项目，像是他们一个多线程的一个作战，所以2组应该有一些自己的策略。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小鹿，我先把简历做了，对吧？可以。加油，加油！你为什么上面叫工作职责，下面又叫工作描述啊？你这里，因为我那个，你要不要修改一下？我看一眼。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你改对吧？很好，非常好。格式这一块我还是卡的比较严的。你拼命弄好了，要不然你待会儿那个人给我帮你转，帮你弄嘛。因为我现在其实主要做这个事情就行了。OK。觉得大家一个小组坐在一起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待在一块儿。对，Morning。早。小哥，你那个关于 Plus More， 就是你昨天你应该自己有整理一些你可能今天想说的一些内容吗？有。你是整理成了什么形式？我整理成了我内心的文字。哎，怎么样？脱不脱口秀？老胡有点意思的，真的是。不是我，哎呀，你不是说你要写在文档里，把你要说的那些写在那儿吗？我有弄，我走之前跟小鹿碰完了。你当时打电话，我去找你的时候，你打电话，我就跟小鹿碰了一下。他问的不是这个问题。那你解释一下。你就想知道一下小哥的进度？对，我想知道小哥的进度。对，完事儿。我想知道小哥的进度。我的进度啊，我的进度就是跟客户沟通的要说的语言准备了65%。你练了吗？啊？练过一遍了吗？我这不跟你练了一遍吗？你跟我练的是正式的。正式的，然后我可能再稍微慢一点，再插点其他东西，可能控制在这些东西10分钟，然后呢再把履历的部分加进来，再把一些你说的那个漏斗的东西加进来，然后差不多是20分钟以内。怎么交付啊？一个岗位要是有人跟我讲20分钟，我觉得有点浪费我时间。加完了是吗？还没呢。感觉有点情绪呢，怎么？互相都有一点点。那你弄一下这个先吧。啊？你弄一下这个，我们一起再赶紧开一下会去弄一弄。咱俩优酷的那个，我负责讲前面的部分，然后你还是讲后面的。对，可以。然后我觉得那个月华那个就看我们。月华，反正整体我是想让拉娜讲，然后如果要是有我们只需要补充候选人信息就可以了，其他我们就不用讲了。对的，对的。
对方听得清清楚楚。你对什么？我在想你对什么？对你对啥？他在当间谍。怎么说？啥思路呀？这个你就完全不准备 PPT 了？就是 PPT， 我讲的内容都不会变。2张 A4 纸去讲。没有 PPT， 那你用 PDF 那也行。你用 Word， 你做的好看一点，我觉得也可以。但是你，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时间比较紧张是吗？德莎过一下，我给你过我的思路啊。行，听一下，不我。我先说一下我的框架思路吧。第一个的话，首先我们是对这个品牌、对这个 case 我们的认知的一个改变。接下来就来到我们的这个寻访策略了，因为这个岗位它跟我们传统的岗位可能不太一样，所以说利用普通的渠道的话，很难快速为我们找到合适的候选人。然后呢，第二个的话，我们是实现紧张。我们真正意义上铺在这个岗位上的话，可能只有这个最多2位小伙伴，不知道用不用解释一下，他们手中还有其他的 case， 就是相当于是一人半个人。我呢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项目上。中间的话我会供上2份履历，再说出后面的一个策略，这整体的一个大的框架思路。现在可能还需要填补一些东西。你这个呈现呢，坦白说，如果我是客户，我肯定不满意。好像没有必要跟客户解释时间紧张或者是人手紧张这件事。说了不重要这些东西，我不想听到这些啊，我也不想听到这些。因为你全靠去讲，所以你更需要很清楚的把你的框架突出出来。我现在听下来一共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对公司的理解，对这个职位的理解。那你能不能把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说出来？第二部分，我们访询，我听到的是说，访询挺难的呀，包括像简历啊，找简历也很困难啊，等等。就是也许你有问题，但是我没有听到真正的解决方案。是。还有一个点，就是3个人，不存在2个人。是。每个猎头手头上都不只是有一个项目，客户他不需要你特别告诉他是说，我们没有把精力放在你的项目上。把框架再拎一下，赶紧吧。加油你们，其他帮不了你们了。好，谢谢，谢谢，谢谢俊。完了，大改特改。他们家的公司名叫做 Plusmo。对 Plusmo， 你读的慢一点。Plusmo。对。我想整个准备 Plusmo 品牌这个公司它的理念、它的特点，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这24小时内你都做了什么东西，然后最后你们2个在一起汇总的一个寻访策略，我就在这块改 PPT。小鹿当 leader 了，3%，你们觉得呢？可以。然后你这边的话，品牌介绍的话，我这儿，因为这个东西主要是我读，就是你做 PPT 的时候呢。要结合我刚才的整体的这个方案。我只写重点的东西。不写那么多的字。你也是，这个你的24小时都干了些什么东西？24小时我们大家都干了些什么东西？我是这个意思，对。现在弄吧，我看做一个 PPT。感觉这组工作量最大的就是小鹿。真的，又飞北京。这能者多劳啊。你帮我看一眼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刚刚调了一下它这个东西。那我现在要做我现在要做简历。应该会做完跟我对一下。离开原因写了吗？你不用写那么多文字，就是我们是24小时。你再说一下，我们会带3个实体简历过去，不用麻烦打印。寻访的策略思路分为2个，一个线上，一个线下。有说到猎头，其实有的时候多线程工作，手头同时有3到4个都有可能。对，
你不可能跟 A 客户说，比如我跟庞博说，哎，庞总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正在忙别的项目，没事，都是朋友，好商量。哎，那你这样，你先把钱付了吧，你先把钱付了行吗？哎喂，哎，你看，其实客户他不会管你这些的，所以他一定是多任务并发。在我们整个这个行业里面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天真姐会有那种吗？就同时好几个工作进行的时候。我常年。你如何？你想想看，我是要做我的短视频内容，我还要写书，我还要出课，我还要管一家经纪公司跟一家女装公司，我还要自己当模特拍照，我还要录这么多节目。就是你的每1分钟时间都是被高效利用的，你管理好他们，那个就是你要做的核心工作。哎，我还是蛮有体会的。这个多线程，我个人感觉多线程的话，就是只需要2件事情，很重要。第一是逻辑思维，就是逻辑性要很强。逻辑性就是像刚天真姐说的，你怎么安排时间，包括你的上一个工作，在它的工种类型上不要影响你下一个工作。第二就是抗压性，抗压性包括身和心。你的心理一定要足够的，你不能说真的就是从你的情绪上先 down 下来，你觉得完不成，会很累。然后你身体要足够的保持那个健康跟强度。这才行。我觉得多线程工作还有一点就是你要懂得拒绝那些不适合你的工作。比如我个人是从来不去需要站着的综艺节目的，我只去那些坐着的，就是特别好。我体力不够，我就是。你们都是站着的哈？对啊，你来我们节目真的是太给脸了。你们那节目我也一直坐着呀，就只有讲脱口秀那5分钟是站着。是，讲到最后你都劈叉了是吧？站不住，就是我知道我不擅长什么，和我那个做那个事情会触发我的强烈的情绪消耗。啊，你可以多线程工作，但是你自己还是要理清楚这个工作你真的能不能胜任，会不会突破你的极限，对吧？话说回来，因为职场上每天都是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啊，就算身心疼痛也是卡着时间去痛的。如何快速处理已经成为当代职场人必须拥有的能力。问一下庞博，如果是你会怎么调整这种痛点？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节奏很快，哪怕是你是自己调整状态、调整情绪，也是需要很高效的那种行动力来解决吧。比如运动一下，而且好像说运动也是分泌一些多巴胺，能让身心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啊。经过他们这个紧锣密鼓的一个筹备，马上就到他们交付的那一刻了。最终的成果如何？赶紧来看一下吧。我们该走了，该走了，该走。走。你们的那个门禁啊都搞出来了是吧？有个2维码出来，你搞了吗？我搞了。你的电脑有电吗？有。OK， 你带充电器了吗？没带，因为我想着就1个小时够了，里面有87%的电，我 check 过了。紧张？不靠谱。我觉得最担心的就是你又搞不明白的。你好。哎，你好，我们约了咱们这边的欧酱。Hello， 你们是约了欧酱吗？对，你好。访客码都拿到了吗？拿到了，都拿到了。对，那我们这边请。好的。先把东西放这儿。为何已经在线上了？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也不耽误大家时间啊。我是Ramona，然后这个是 Shanky， 然后这个是Lana，对，然后我们是负责对接我们优酷这个艺人统筹岗位的团队。第一个人的话就是候选人 A， 然后在艺人统筹管理上面有非常深厚的经验，他一共从业时间超过11年。候选人 B 的话，因为他之前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候选人，然后他可能稍微的一点弱势就是他比较张皮，最近2年来看，但其实他每一段跳槽都是有他的原因的。然后候选人 C 的话呢，他是因为在就各个艺人的工作室里面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包括跟这个鹿晗、欧阳、安娜娜这些都是很熟悉的，可能他在这个做一统的时候也是会有不同的资源的。我们都很好奇 ABC。是的，老师们有没有是对简历有没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这份简历我看其实就是他是艺人经纪团队的，他都是工作室的。我个人是觉得他这份简历可能更适合去做宣传。他们可能理解不了宣传跟这些的差别。咱们猎头推荐他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你为什么觉得他适合我们这个招聘啊？从能力上来说，其实从您说，他确实没有平台的这个经验，
这样的简历有可能我是不会往下推的。明白。我补充一句，就是他其实对于我们优酷的综艺，他全部研究过了。他在跟我讲的时候，包括讲到每一个就是他有自己的见解。因为今天其实相当于是第一次我们拿简历过来嘛，其实也算是一个就是互相大家探探底，就是这个合适，这个不合适，所以其实3份简历都是不同方向的。这个简历是你们一人一份找了，还是你们一起？我们其实互相补位一起找。正常这个猎头顾问是就是对接自己的候选人，说法不一致。争议在这一次项目当中，没有给很多的 team member 更多的一些机会或者说跟客户的一些交流，这个我觉得是相对来讲会有点欠缺的。如果 team member 之间没有充分的互信的话，如果但凡有点小心思，就会觉得这个过程是不是你太抢风头了？都是他就是抢过话口哈。第一份我没有太多的问题，看看那个为何有没有问题。那个是这样，因为那个第一份简历，说实话，我看到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惊喜的，就是意向比较强烈吧，就想见一见这个。可以聊一聊啊，可以，好的。对，第2份简历应该是一个7年加的一个同学。对，然后呢，他可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频繁的换了工作。我 get 不太到他到底的这个对自己职业规划的路径是什么。所以有一份就是大家能满意的，我觉得已经算是我们这3天的工作还可以啊。太辛苦了，时间这么短，应该的，向你们工作节奏学习嘛。你们说为能人好全力以赴，我们是为交付全力以赴。OK。好大的太阳！哇，太阳好毒啊！你伞呢？这儿呢。哎，你不用打伞吗？你不怕晒黑啊？你不带伞？因为我有凡士林小金伞啊，它防晒效果特别好，防晒红也特别不错。那给我试一下，没问题。来，我出去玩或者旅游，我就全身涂它，因为它肤感特别轻薄，对，一点都不粘，对，防晒效果特别佳，修护的作用也特别好。确实是这样哎，还蛮舒服的。对，我给你们俩一人买一支，可以。好呀，谢谢。谢谢。那咱们走吧，我们走。Nice。你说虽然给我们这么点时间，但我们做出来的成果还是看着挺唬人的。看着唬人的。不是看着唬人，是真的很牛。我觉得不管他是什么评价，我觉得我们做了，我们肯定是好的评价啦，就我们全方位碾压另一组啊。哇，他们怎么知道？也并没有啊，我跟你说啊，他们还是也有点东西的。就他们说他们什么都没准备，就他们没有做 PPT， 也没有做什么 PDF。因为那个大码女装是不是小哥负责的？我不知道，小哥负责那就我觉得就比较难。这句话太伤害胡晓了。胡晓啊，看播出啊。小哥，然后小哥真的好真诚，然后什么都没准备，然后他们就打算视频的时候一个空口讲就完了。他们现在很急，我们回去找他玩，我们回去。哇，你看他们今天这一组真的很顺利哈！我给大家也准备了凡士林的一个小礼物，是我们的凡士接灵礼盒。哦，谢谢迪哥。哇塞！对，把这个礼盒送给大家，希望在座的各位都可以事业零、家庭零、爱情零、财运零，面对压力硬核修护，职场生活凡士接灵。Hello， 明哥。来，听到声音了。下面的话，我给您就展示一下，就是汇报一下我们得到的一些成果。在杭州的话，我答应你，我要在这个24小时之内，要在这个22号给您交出3份这个简历。所以说我们真正意义上寻访的时间可能只有1天。其实基本上你在筛的过程中，只要加上大码2个字的话，所有渠道的简历都立马可能会变成个位数或者是0。针对这个困难的话，我们寻访的这个设计师的人选一共是1235位。我从库里的话优先选出了专门做女装设计的设计师，一共是156位人选。感觉这些都没必要说。对啊，我觉得有点累赘了。然后呢，找到了这个2位比较这个合适的人选。第一位人选就是贺女士，相对来说比较资深。她呢，我推荐她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个人选的话，首先她属于一个科班出身，然后呢，
具备是有15年的工作经验，就是一直都是从事的是女装设计，在设计这块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就整个衣服的制作的全部流程的话，他基本上都是比较清楚的。其次的话，他个人的话也属于杨天真女士的粉丝，他对大马这个垂直的这个赛道的话是十分的感兴趣。我想问一下，他有没有接触过大马？就是专业就是做大马这一块没有经验。会考虑吗？你不会。有没有从事过年龄段就是往下一点？好的，这个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确认。好的。像这样的，像这个贺女士的话，您觉得，能和我们聊吗？杨老板都说了不聊了，直接到最高层的耳朵里了，没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一会儿判断一下吧，好不好？好的。下一步可以吗？好的，好的，好的。他会给我一种不是那么专注跟负责任，然后呢，我作为一个team leader会非常担心，也非常想赢，所以我很着急。哎，明哥你好，哎，我是上次线下沟通的尼寇司徒，因为这个 W 先生呢是我跟他主要对接的，所以我来跟您分享一下，他自己本身其实他是男生，对于女性的设计，他是本身自己是有一个喜好度在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他的一个加分点呢，是他其实日常呢会对于无论是说一些我们时尚的一些趋势啊、敏锐度这一块，他会关注的比较多。不过还有一个点是呢，因为他现在本人是 base 在上海的，那我们这个地点是工作地点是在杭州，他还是期望说自己的这些社保缴金还是能在上海缴金，所以这个可能也需要说我初步能跟明哥沟通的一点。这个点好像过于细节了。如果是交上海的社保的话，可能还是要经过他自己可能还会比较麻烦一点。我个人的感觉评定下来之后是贺女士会更好一点，但是对于这2位候选人的话，我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满意。好的，明哥，我理解了。那明哥，我们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了。行，好嘞。好的，好的。辛苦了，明哥。哎，辛苦了。好像都不太行。我感觉就是汇报了个寂寞呀。小哥，我想跟你聊聊。可以。就是我先说我的一个想法，我其实对于这次的合作是非常失望的。还有8分钟，你现在跟我说你让我来整理，去着重跟他要求讲我。你可以让我去做事情，但是你不能临场抛这个事情给我做，会让我很不舒服。同时当下我也会直接反馈给你，我说我不做，就是我不知道你可能是开玩笑呢，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语气，你就会总让我觉得说不是那么上心。我就感觉我们3个人的力是没有办法使到一起去。有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如果说能在提前前置性的去把这些东西沟通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会配合得更好。就对事不对人，我希望你也不要太介意，就是这个。没事没事，我觉得都合作嘛。我想做事还是比较随意，他没有这种系统性和体系化的方式做事儿。我觉得从一个细节就可以感受得到，是他其实不是那么的守时。对，我觉得他比较是在应付，不是在交付。楠姐，你要给我指导一下，我学一下解力是不？我跟你们说一下。首先，这2份报告是你们2个不同的人写的，但如果从我是客户来看呢，你这2个报告明显格式无法对齐。你看你这儿写的是年龄，写的是出生，对吧？你这个地方呢又写工作地点，这个地方又没写，在这个细节上，你看这就对齐不了。我觉得你整个汇报当中的口头语非常多，口头语不坚定、不严肃。什么叫不严肃？你看，服务产品都是女装，这句话是一个完整的话吗？
所以就是我觉得在汇报的过程中，你的这个口头的表达，如果你紧张呢，给你个小建议，就是你可以先不说话，你可以稍微让自己冷静一下。但是如果你一旦张口，你的这个信息给出去的这个语言当中的信息密度就是要充足一点。作为我们推给客户的时候，你要对你的这个候选人他过往的工作的每一段履历、每一段经验都要有非常详细的认知，才能让客户觉得说，哦，你对这个人真的非常了解。他讲得非常好，字字珠玑，真的。你们可以再组织一下你们的语言，还有就是这个汇报的这个过程里，你除了紧张之外啊，其实还有一门，我觉得你们大家可能都要去练的，就是这个对外的沟通和表达，这是基本功来的。谢谢楠姐，谢谢楠姐，楠姐，辛苦了。谢谢楠姐。没有。行，不断的复盘，不断的总结，肯定一次比一次好。刚刚可以看到两组都进行了自己的交付哈，而且都是好像有互相打配合，但是配合的方式有点不一样。我如果是客户的话，我也会觉得，哎，这是一个配合的很好的团队在给我服务，跟3个人在给我服务，这是不太一样的感受。所以问一下天真姐，刚刚那个交付你满意吗？所以这个大码女装的设计师真是不好找，不好找，因为第一个它在设计上其实对设计师是有很多限制的，因为在那个长码的女装里可以出现的非常多的设计跟设计师的想法，在大码女装上实现不了，因为大码女装是有一些对于体型的格外的照顾的需求的。而且刚刚在交付的过程当中，就是胡晓交付了一份简历，当他问到说有没有从事过大码女装相关经验的时候，就说这个人完全没有。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对吧？他明明是应该是比较对口的。他提交这样一份简历，他至少应该手里还有一份简历是做过的。然后他比如说他说，哎，这个人虽然没做过，但他可能经验很丰富，或者是某一点上特别突出，所以我拿出来看看考不考虑。因为他这个是设计师工作，他其实应该交设计作品的。他肯定有他曾经设计过的东西，你拿来看一眼就知道了嘛。是的，就他这个都没有。但是他可能也想，但是他可能也想让这些候选人进行一些，比如说跨行业的方式。对，可以，但是你得给出理由，就是你得有逻辑。对，而且我觉得你得看他就是对谁了，因为我觉得对猎头来说，希望自己的这个候选人去做跨行业的、跨赛道的这个尝试是 OK 的，候选人自己去尝试也是 OK 的，但是这个风险不应该让客户去承担。苏醒其实没有跨过行业吧？认真的考虑过朝这个影视的路上走一走，希望在2、3年内能够拿下金鸡百花奖的男主角的奖项。是真的考虑过这个？你真的信吗？今天4月1号，女人节。但是万一有一个好机会，我发现我可以，因为我还一直有一个想法是，先这2年尽量赚点钱，然后我可能会去国外再读一读电影啊，再感受感受生活。也许未来可以去自己指导一些作品，我觉得这也算跨界。对啊，我觉得先积累，对，观察生活，多学习，还是有这个机会的。刚刚我们在片子里面看到胡晓他做的候选人的简历，其实被那个导师郑楠提出了很多需要修正的一个地方。所以，怎么样做一份特别优秀的简历呢？这个真的是需要探究的一个过程。戴老师，我觉得优秀简历就是一张纸，最好做1页就好了。1页纸，你要知道一个 HR 也好，老板也好，看简历其实就这么20、30秒的过程。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写简历的时候要清晰简单。第3个是有一些核心的关键词，比如说比较出名的品牌，出名的公司。出名的项目，那有一些这些大词的话呢，很容易在你扫的时候，你的眼球就会被这些词给吸引。现在简历候选人那些贴不贴照片的，早就没那个年代了。要贴。一般来说，我们建议还是有照片。最好的照个职业照。我跟你讲，照片的选择真的很重要。我之前我们5个同学去面试，同样简历，就我没有后续。为什么呀？我那个照片，我为了凸显自己幽默，我那个照片是我在倒挂在一棵树上。我真的，我很想凸显自己幽默，后来发现好像真的对那个简历。什么工作需要幽默？后期那种工作，然后我倒挂这棵树，石沉大海了。我说为什么你们4个都去实习了？他觉得你比较适合去杂技团。他是不是说这个猴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工作？所以我会发现照片好像还是很重要的。那刚刚我们优酷组还有大码女装组的交付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是非常让我们激动人心的乐华娱乐的一个交付，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啊？一起来看吧。正面交锋。
月华，这个要不然就全程你来讲吧。可以。大概你过一个多长时间？好，我自己来歌颂一下。然后就最开始把咱们仨名字打上，放上去吧。我到那边再练练。从这个背景跟经验上来讲，应该是曾毅这个组会明显强一些。小鹿，你发了吗？我们第一个没有，我还没有练一遍。其实我们对于每一个环节的把控是非常非常精准的。丽娜也是对自己要求挺高的。做事好利索。那我们从第一次电话跟候选人微信就非常清楚他的意愿、他的顾虑。顾问评语还要写吗？对。你要不过来上我这边来，咱俩一起。你过来我这边不行吗？可以，我去你那边。咋的了？就是每次看到他们这个马上就要汇报，有点像抗面出后台，有人在这默念，然后有人甚至还在改。我这边弄完了，哎不行，你才能再改一下。还得修改，我天哪！越着急越不能急。我现在很淡定。OK，没问题，我转成 PDF 形式。这样严重。好，这样啊。可以，非常好。发给我了吗？我发了。好的。好，走。拉娜，你是已经发给客户了吗？什么报告吗？对，我发了。你已经发完了是吧？因为他们要提前打印，可以，没事。还真不知道谁会中，不好说。准备过去了，楚爱。好，马上来。那我先开始，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我们这组是司徒佳琪、胡晓还有我们3位对这个职位进行了一个交付的寻访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是3个人的一个团队，那我呢主要是负责客户拜访，那像楚爱她更多是负责人选的寻访、市场洞察分析，肉肉呢是我们的 leader。然后他的话更多是统筹分工，然后寻访。我们3个人是 as a team 一起去做分工，这是我们一个团队的结果的一个呈现。客户不想听到这些，其实对，不想听到这些。那其实的话，我们团队的话，目前总共在72小时之内触达了52个人选，然后目前的话是有6位人选的意愿度是非常高的，且基本满足我们的需求。其中有3位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筛选和面试，觉得有3位人选是可以推荐的。我们电话了54位人选，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是优先推荐2位潜在适配的人选。就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找到人，要发好人，我们不求数量，要求精品。怎么？这火药味。那我先给老师们讲一下1号人选，因为1号人选的话，其实他目前是一个厂牌主理人这样的一个身份。他过早的话，他是音乐待了3年的时间，然后主要是负责 ANR 这个部分。当时也是18年就是我们刚刚成立探索。那在此期间的话，人家也并没有去忘了这个场介绍。那其实老师我有发给过2位老师他的厂牌的一些制作团队。那这个人选的话，他自己也是非常擅长钢琴、吉他，包括架子鼓这样的一些乐器，然后也是愿意去做一些幕后的音乐产品。然后第2个2号人选的话，资历比较丰富，他有10年以上的音乐工作经验，然后也是一直在 ANR 这个板块，然后也是在21年的时候，也是整体的一些市场的变化、公司的调整，然后人选后面自己开了一个工作室，跟张靓颖啊，然后包括梁博，然后等一些艺人去合作音乐制作的部分。本人的话也是有音乐创作能力，比较擅长键盘的这个乐器。第3位人选的话，他相对来说就可能是我们认为的可以培养的这样的一位人选。相比于1号人选的话，我觉得3号人选可能没有那么的 lucky。像今年1月份的时候，确实网易云音乐那边的话，从丁总的离开到很多高层的离开，都对于他们整体音乐架构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人选也是无奈又走出，然后来看 live 的机会。
它的优势就是除了它整体的资历和经验上面的话是比较有一定的沉淀性的，以及它的语言的话，它对于日韩的语种是比较擅长的。这个我还蛮有兴趣的。好呀。就是1号跟2号都有在索尼工作过，然后我比较好奇的是，人品如何？他们2个工作时间有重叠，我现在这样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奇怪。哎，是打错了吗？他们俩是一个厂牌的吗？对，简历上面有2个人工作时间重叠了。这时间确实有点久了。我问过他，他当时说没有记得很清楚，我让他再回忆回忆。不够严谨。后续再跟你详细的去确认一些人选更细节的问题。首先第一位呢是前天我们就是有带简历到整个客户拜访过程当中，大家其实对他也非常的感兴趣。一开始看了那个，是的。想先看一下就是2位老师的一个意见哈。那我们也补足了，就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一些内容。他的优势的话呢，是他非常擅长制作统筹，然后包括推广运营和内容运营，然后包括他的动机的话，他更希望到后期能够有更强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策划，在月华这样的一个土壤上面，他认为他之前的一个所有的一些经验，他是能够发挥到极致的。那他潜在缺失的话，我们也问了一下他的商务资源的对接上面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所以他现在会更加关注大公司的平台的机会。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F 女士是唯一的人选当中，她有更强的国际化的审美思维和视野的。她的音乐教育素养非常高，而且她的语言沟通能力极强，她整个粤语啊、英文都非常的流利。她很擅长做市场调研，而且擅长根据不同的需求去解决协同整个音乐项目制作和推进。最后的话呢，你们是不是有意向能够尽快去推荐一个面试？直接问到重点。这么快？这2个听上去我觉得都还不错。就针对这一次的人选，就是有意料之中也有经验的一些人选在我面前，我觉得就像刚跟佳佳讨论，就是我们觉得这几个都不错。然后呢，咱们这个娜娜这边呢，就是刚刚第1位的候选人，这个 M 女士可以说是所有候选人里边我们看到的最好的。可以进一步接触的啊，这是我的个人感受。是，谢谢2位老师。豆花姐看完以后，你觉得2组的交付哪一组最得你心？可能丽娜这一组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她找的那推荐的候选人的话，可能从履历上、简历上比较符合我们公司。很多时候，我们公司的有些音乐制作是需要在海外制作，或者说收集一些音乐版权的一些东西，所以她的语言和国际的视野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也不是说局限在国内嘛，她是要 focus 在整个的亚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小鹿那边的话，我觉得她有个特别大的 bug 啊，就说推荐2个候选人，为什么会同时履历工作重叠了？对，那肯定有一个人就在说假话，那我觉得他就没有把滴滴做好。对，哎呦，好的，目前为止，反正3个岗位的交付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最终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会不会对他们的跃升之路有影响呢？赶紧来看一下吧。用猎片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猎片独家冠名播出。我们猜的这个人可以你的，都你的。第一个是我的，第2个、第3个是我的。哎呀，还是不是很顺畅？你们觉得怎么样？你前面花的时间太多了，后面你那段的时候，你一下讲了5分钟，就是你都没给他反应的时间，他都没时间说话了，你就一直在。有没有好的地方吧？有 ，leader 来表扬一下我。除了这个问，剩下都是好的地方。好嘞，谢谢 leader 肯定。哎呀，我就觉得给他们俩找到工作了，好开心啊！好放松那边。那个对吧？杨黎的那个，我就说杨黎昨天真的一晚上。那边聊的呀，欢的呀，天哪！他那个，对，我本来是我想让他弱智，他很稳，他跟我沟通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就是他有那个就是那种对，因为是他。冰火2重天。是的。
这个在场啊是最容易感受到这个胜负的。然而真正进入月华的只有小鹿。根本就不要你们这些人。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还有2个 case。哎呀，还有2个项目，妈呀！最后这2个 case 呢，还是以分组的形式继续进行下去。在这2个分组当中，我们分别选出1位表现最好的。现场说吗？还是要写下来？写下来吧，好吧。写下来吧。我在司徒这一组呢，我选的就是司徒佳琪。曾毅他们这个组呢，我选的是拉娜。我在曾毅他们这个组里面，其实我是曾毅。第2组其实我点到的是陆泽林。我从司徒那一组的话，我可能选司徒。但如果第2组的话，我可能会选曾毅。曾毅那一组呢，我选曾毅。曾毅逆风翻盘。曾毅。司徒那组的话，我选的是泽林。那综合我们4位的选择啊，司徒那一组的话，好像有一些的2比2，是不是？2比2，对。你要不再说说你的理由，试图说服我们？泽林的话，这几次的表现，我觉得会有点往下走，他包容度不够，或者说他快速学习能力不够。但我在你说泽林这里面，我有一些想要反驳的一些点，就是所谓的快速学习能力，在合众那个上面，他快速的通过2天的时间掌握了汽车或者新能源这个行业，然后甚至给到客户非常好的一个交付的一个结果，已经把快速学习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我其实白应的 Queen 说的，他学习能力强的，人投入度也高的，我唯一对他的 concern 就是我觉得他不够 aggressive。几乎我觉得是唯一一个我觉得他身上比较大的一个缺点。但是司徒让我 concern 更大。他上一次表现很优秀，我觉得是因为他有2位很 strong 的 team member 在 support。相反，就是说换到另外一个环境，当你的 team leader 不给力的时候，那就是滑铁卢。这个滑铁卢我是接受不了的。我觉得这个就说明好也不是你，差也不赖你。所以我还是觉得泽林可能更妥一点，更稳一点。他也说服我们了。是。司徒确实2次的区别挺大的。好的，那我就改变我的想法吧，我选小鹿吧。达成一致了，对不对？曾毅、陆泽林。小鹿赢了。Hello， 哎，小鹿。哎，对，是我，是这样子的。这个，还是很遗憾的跟你说一下，这次可能我们没有合作成功。然后另外的话，其实，在猎聘上面有一个求职顾问的功能，它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定制一个专业的就业规划，你可以去上面看一看。哦，好呀，那就谢谢你了，保持联系，有机会保持联系。好的，没问题，啥事都可以找我。好，谢谢小鹿啊。哎，好，拜拜。茶歇，去茶歇，我们碰一个事儿。一起对吗？就你跟我啊，就我。啊哈，单人任务。我找你聊一会儿。OK， 可以，找我啊。我们去那边。走了，我也去了啊。别谈了。坐这儿，就这样坐。走。好，你坐沙发呗。Hello。好了。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还有2个 case， 我们希望说还是以分组的形式继续进行下去。我们上次呢选了2位比较优秀的实习合伙人，成为接下来2个项目的 leader。曾毅和小鹿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就以 team leader 的角色，你是不是认可他们做 leader？如果是坦白说，那我坦白说，我愿意自己做 leader。并不支持。如果是认定他们，你们内心的想法是什么？如果后续都要确定的话，就我也期望我能做 leader。天哪！小鹿和曾毅带这2个 case，你怎么想？认同吗？
丽娜更不爽吧？我觉得丽娜这几个都挺强的。如果要争取，那我可能 team leader， 我觉得尝试一下。Team leaders 都想做 leader， 没有给胡晓机会啊。对。基于之前你过往的一些表现，包括上 case 当中的表现，我们是更加倾向于你来做这个 leader。你会成为后面2个项目的 leader， 你愿意吗？他肯定会接受吧？肯定接受啊。我愿意啊。愿意。愿意。你们会去带后面2个项目，你也可以接受，你也可以不接受。行啊，我没什么意见，就这么自信。对。这几个人都很 aggressive。对。那另外一组呢？你觉得谁会更加适合做这个 leader？ 另外一组可能是我想想，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小哥吧，拉娜吧，除外。为什么呀？因为我可以反向影响他，节奏会比较快一些，目的性比较强一些。是我比较想跟他 battle 一下的。解题能力非常强，而且在 presentation 上面你能看到他思路非常清晰。我的想法就是尊重他们的选择。对，尊重。首先，我们看到导师们选出2位预备组长，分别是曾毅和小鹿啊。没想到去询问各位的时候，好像都投了自己一票。你们怎么看待导师选出这2位？就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曾毅的，然后小鹿也一路非常受大家认可。但其实他们2位在资历上各方面都不是最资深的。对，比如说丽娜跟楚爱其实是都有过相关的合伙人经验的，但是。就是因为这2位，其实在前面没有更大的表现机会，是他们一直在当组员，就是你人生出现的姿态跟时间都很重要。在这个短暂的项目中间，这个更有潜质的人可能在前面冲了出来，那就压制住了那些更有经验的人了。但实际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不管你有多少经验，你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你不往前冲，你就往后走了。一步慢，步步慢。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在任何时间点吧，都要谦卑一点，但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新人的姿态去往前冲。苏醒认可导师们的选择吗？我肯定支持曾毅啊，我一路到底的立场非常的鲜明，曾毅加油哦！其实我觉得拉娜挺好的，因为我觉得 team leader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他需要去调节组员的关系，还有这个整个组的氛围。而且我觉得拉娜一直情绪稳定，我在其他人那儿都几乎看到过情绪的波动，尤其甚至是影响到工作的时候，但是好像他这边还没有过。戴老师，你会选谁？如果预备组长的话，预备组长我会选娜娜和司徒吧。我觉得小鹿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集呢，他是比这个上次要更好，因为他从中会去协调，会去推动这个事情。但是，在整个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司徒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当他发现胡晓在当中出问题的时候，他会单独约他来聊。这个是 leader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指出问题，并且呢正视问题，快速往前推进。否则的话呢，这3个人会有更大的矛盾。所以我觉得司徒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和这个角色比小鹿要重要。对，司徒很明显的表现出解决问题的一些手段和方式。对。但是我们还是要竞猜一下，因为最终到底是哪2位固定 leader 的话，是通过户头选出来，所以进入我们最喜欢的猜测环节，来上我们的黑板。能否翻身，在此一搏。我们可以这么选，因为2位正好分坐2边，杜华姐和天真姐一人带一队，好不好？你们就在上面写出你们商量出来的2个名字，剩下的人在黑板上写出自己投出的星星数就好了。而且竞猜结束之后呢，我们今天星星最多的人可以向星星最少的那个人现场提出3个必须回答的问题，然后在这一期播的当天再在微博上写出那个问题的答案。哎，你要参与吗？我参与，等你们投完以后，我看我加入哪边。友情提示一下，苏醒，你的星星会继承给接下来的飞行嘉宾啊。我不 care 接下来是谁，如果你什么都不给他留的话，他就纯录制，关我什么事儿？我们要合议一下。户头的话，其实娜娜的那个可能性大，而且她能力强，人缘也不错。好，娜娜和谁？我觉得是曾毅吧。对对对，还有曾毅吧？好吧，2个人。哦，
我觉得小鹿，我感觉小鹿，我猜啊，小鹿跟丽娜。直觉，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大家都写好了哈，我看一下两边分别写的是谁，小鹿和丽娜。我们是丽娜和曾毅。我感觉两边都很难服众。那你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吧。单玩是不是？单玩，搏一搏，你选一个胡晓和司徒。我选个佳杰怎么样？当没把他投回来。那我还是加入天真姐这边好了。我有20颗，我来他个8颗。好的，目前为止大家已经选择好了自己认为未来会当 leader 的一个身份的人选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的。来。如果你不是 leader， 你会选谁当 leader？ 我愿意自己做 leader。那另外一个人是选谁？非得选另外一个啊，这样才能选出来。小鹿跟我。小鹿跟我，你看。为什么？因为我没想切磋一下。OK， 那我 suppose 就是你跟小鹿很有意思哈。你对肉肉是什么评价？肉肉呢，我觉得他的节奏会比较快一些，目的性比较强一些。我不知道如果我作为 team member 或者 team leader 是怎么样合作的。另外一组可能是肉肉或者Nicole，因为Nicole的话，我发现他在一个 timeline 的管控上面，就链家那个 case，他是越来越好，一天比一天好，所以他是非常有潜力能够做一个很好的 team leader 的。然后肉肉呢，肉肉就是非常聪明，然后解题能力非常强，而且在 presentation 上面你能看到他思路非常清晰，所以如果他能够统筹全局的话，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那2选1呢？那可能还是Nicole，对，因为确实很难选。肉肉如果做 leader， 他非常直接，到最后一个项目，大家压力都很大，大家也会使尽全劲来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一个承压能力和包容性可能非常强的人。Nicole呢，他是这样，他会更加兼容，他更包容。那也许Nicole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做 leader，这小鹿可以。他居然没投自己哎。他居然没有投丽娜哎，他没投自己他不想当 leader 了。另外一个组的组长啊，肉肉是我比较想跟他 battle 一下的。好，你看看，哎，有机会了。我的曾毅后来居上了。如果你不是 leader， 你会选谁当 leader？ 我会选司徒当 leader。你看这种时候，其实亲和力啊什么的都还。对，路人缘。和谁？除外。我。哎呦，完了，全军覆没。肉肉这样子一个角色，不抛掉他的经历和他的年纪，是会让人想要加入他的团队吗？因为从现在结果来看，好像不管说是什么性格的人，好像选他的不多。因为肉肉太冷了，太理性了，他缺少一个 leader 有的这种 people carry。你所有事情都是公事公办，按照流程来，我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对于我是一个团队成员来讲的话，可能我就很排斥。让我觉得非常优秀，但是就是当 leader 会难的。他需要找到跟他同频的人，那这样的同频的人，你看外部的这6个人，真正同频的人很少的。那就按照他们自己的选择。好吧。那接下去的组员会建议是说让他们2个 leader 自己去选。对，自己去选。OK。好了。好了吗？你们都在了吗？胡晓同学呢？胡晓呢？胡晓呢？胡晓呢？小哥呢？好了，我们不等他了。毫无时间观念。你看，你发现了他经常有这种情况哈？对，因为我是个非常守时的人，我就是比较。那我们讲了，我们即将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2个 case， 这2个 case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接下去的话，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会以2组形式，可能就固定了 follow 这2个 case， 从中会选出每个组是一个 leader。然后呢，我们也完全尊重
所有小伙伴的想法，包括说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评估，我们最后得出的一个结果是，小鹿和司徒。曾毅没想到，司徒的话，他亲和力还是可以的。笑的怎么？这个是听取了各位的建议，所有人。好像2组都没有完全正确哈。对，对了一半。所以说每个人投出的星星数全部充公，进入我们的星星池。我们现在星星数量最低的那位同学已经产生，就是我们的苏醒。不给我们的接下来的飞行嘉宾留下任何一颗哈，人家来就是没有星星数。哎，你看看，我们现在看目前为止谁的星星数量最多？潇潇最多。陈潇一直都非常保守，现在有34颗。请陈潇要问苏醒3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你只能选择进一家公司的话，杜华姐的公司和杨天真姐的公司2选1，你选择进哪家公司？我去找戴总。2选1，只能进。聪明。你现在不用回答，这是第一个问题，好吧？给你播出那天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呢？在就业男团里面，你选出最不想合作的一个人。可以，我这个问题收了，我 take。第3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猎场观察团里面一定有一个人要离开这个节目，除了你自己之外。你最想送谁走？太难了，你要逼死他。哇，这真的太难了，真的，一顿饭就选我了。没问题，就这3个问题，好不好？播出那天微博见哈。好的，所以接下去的话，你们会有15分钟吧，自由组队拉取各个 team member 的这个时间，决定好了以后发到钉钉群里面。好的。好。好。哎，你这是高兴是不是？整个高兴呀，溢出来开心啊！开选吧。如果作为你理想的 team，你想带谁？我想带朗朗跟楚来。那就是上次那个团。对啊。不过娜娜有点可惜啊，一个大魔王角色老是被领导，没给他机会展示。我看小鹿的样子。你那个聊一下。对，聊聊看，走，聊聊看，走吧。对，走。你们3个人就定了？你们3个人就定了？没定啊，聊啊，你得争取啊。没有，跟他聊一下，先聊一下，先聊一下，两边都聊一下，两都聊一聊，对，都聊一聊，先两边聊一下。那你们不应该是 one by one 聊吗 ？No， 我要2 by 1。2 by 1，去。可以等下再换。去。那 OK， 等下再换 OK。绝了。这里面那个。去。你可以找曾毅聊啊。我想跟你一组，咱俩还没有一组过呢。我会选司徒当 leader， 因为我可以反向影响他。咱俩还没有一组过呢。对，咱俩还没有一组过，要不咱俩也聊聊？我肯定，你要选我，我就跟你一组。咱俩也聊聊。太狠了，又有想法，又说了出来。还差一个胡晓。胡晓都不在。但是如果胡晓在这一组，真的是很难想象哈。第2个 case 结束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我的 to do list 上面写着一个找 Ramona 聊一聊，但是结果第3个、第4个 case 就接踵而来，然后我们也没聊上。聊，你要聊什么？聊什么呢？我想想，我一下子有点懵。你怎么想的呢？你刚才说你要跟我，你不想跟小鹿吗？我不想跟他一起，我俩的做事思路可能有比我们之间要更大的差别。但你有没有想过，我跟他做事风格可能也很像？但我觉得你可能比他更
曾毅，我说如果你当不了 leader， 你会选谁当 leader？ 他说那我选司徒。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可以反向影响他。我觉得你可能比他更听得进去一点。哦，我明白了。但是我其实有些不知道怎么去 lead 你。哎，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不是说 lead 了，就如果说，作为 team member 的话，就我能带给你什么，或者你期望我能带给什么？就我觉得至少你在全局的把控上面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团队嘛，就只要我们首先前面先敲定一个大家要做事的方向和方案，那你交给我什么事情，我肯定会给你完成的很好。对，这个我肯定相信的，而且你一定会超前完成。曾毅，脑子里面在想什么？觉得小鹿做 leader 特别好，然后呢，不好意思，我讲没事，就是我跟你的话是合作了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合作过，我跟他是完全没有合作过，所以我非常的期待。就是我希望还有机会再去跟2位老师，不要说了，交流学习一下。那我说，你说，这就是我的梦幻团队。如果是我自己的一个梦幻组合哈，就小鹿我是没有合作过，想合作，然后楚爱呢跟他每一次合作都非常的顺畅。为什么？他是从宏观角度去思维的人。如果在团队里面定义，他是智多星的一个角色。然后楚爱是有非常强的关系协同、粘合剂的作用非常强。对，粘合剂的作用。那我对于客户这边，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这块我是很擅长的，所以我们3个人呢，就能做一个非常好的梦幻联动的团队。对，就是我做 leader 的话，我更多的话可能会抓每个细节的点，但是我的缺点就是我太注重细节了，我可能跳不出来。我需要一个人把我从这个环境里拉出来里面，我觉得楚爱是可以把我从这个环境里拉出来的一个人。那我们就这么定了。成3组队了，这个我觉得他们这组合蛮好的。司徒应该很伤心吧？司徒都懵了。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跟司徒也聊一下？如果说我俩结合之后再加上一个谁呢？那我选的是拉娜。就是司徒当 leader 的情况下，我希望我的伙伴是谁，是吧？拉娜吧。为什么？因为如果司徒是当 leader 的话，他可能会听司徒的。你觉得拉娜会比较顾全大局？对。但你不选他当 leader， 他太卷了，我不希望有一个卷的人当 leader。但现在也许他们3个就成为一个组合，那我们可能就会跟小鹅一个组合。我其实会比较头疼，如果说小鹅跟我们一个组合之后，我其实 push 不动他。我整理成了我内心的文字。我想去哪儿了？又是打电话。可以，大家在上海吗？不是啊，我们讲完了。讲完了是吗？我问一下小鹿。没关系，我可以帮你搞。因为他其实你只要把他的工作，你来啦。哎，吃饭。吃饭去了，正到点吃饭。大哥饿了。要从第1天开始，这个地方你11点半不下去就没有饭吃。这任务咋样的呀？任务就是现在我们最后是2个 case， 2个 case 会组成固定的团队就不变了。现在的 leader 是司徒和 Jelly 然后小鹿在跟拉娜跟楚爱在聊，所以我就跟肉肉。现在是要确认一下谁当组员。行，你先聊。好。不需要找我。好。那你坐着你就别走呗，你有什么事吗？没有，我就听一下任务过来。对呀，那你坐着呗。他们3个在聊，那就咱仨聊呗。你也没地方去。我以为你们俩现在要私聊。没有。就是如果是你会跟谁？小鹿。明显他也不想来。对。我们2个也在聊。是这样的，因为有一种方案就是可能咱仨就一组。咱仨一组啊？可以啊。有可能。但我想的是，这项目一共就剩2个最后的 case 了。如果我们3个一组的话，因为我是不希望看到我的团队成员里面有人在划水的，就是我希望司徒作为 leader 给我们安排什么工作，你就麻烦你大家好好做一下。没问题。当然这个是我们3个一组的情况下。哇，讲好直接。好直接。等他们3个聊完吧。那我们就这么定了。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跟司徒也聊一下？你刚对，因为正常按照这个，对，伸手，对，我刚有伸手，刚有握着，然后他说，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要再聊一下？不是，因为司徒对我觉得我们要，我理解，但是我可能还是没有直击他的内心。应该有一些是你内心是不怎么愿意合作的。小哥吧，小哥，我俩都，我说难听的，这两个人都比较固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坚持。因为他真的不想要胡晓，对，烫手山芋都不想要，主要他太懒散。我真的很想你们两个来，非常非常。我们俩就是现在要就是让拉楚爱过来，拉楚爱，主要是楚爱，非常非常非常需要你，非常对，你需要的东西，我们都给你，都给你，都给你。对，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做到。来 ，leader 发吧，我们3个一组。我们已经定了，已经确定了。我觉得真可以，我觉得真可以。算了，等他们聊完吧，万一他们跟肉绝对有新的火花，我告诉你。真的。行。这个大叔萝莉子。等着。蛮有意思的，突然觉得。哎呦喂，有点东西，确实。他们3个还在聊。你选择好了吗？你选择好了吗？我要不要跟你聊一下？我会选司徒当 leader， 因为我可以反向影响他。这就是我的梦幻团队。我们爱丽丝团队不挺好的吗？小薇，我其实push不动他。小哥吧，我觉得我们两个风格不太一样。但我确实觉得那个曾毅能管好胡晓。对，曾毅是那种简单直接理性的人，胡晓是那种肉团子，你就是要那种用刀去戳那肉团子。对，曾毅也直接说希望团队里面不要有划水的人，所以我们在微博的征集活动当中，职场啊，我想问问，说自己的同事总是在团队任务中摆烂不做事，我应该怎么办？其实看你在这个队伍里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新人，其实你的立场是比较难去推动其他人的。但如果你想承担更多的东西，其实你要找他私下里谈一下。你不要在人多的时候指责他说你怎么这么摆烂。当然还要根据同事的个性，比如是像请求他支援的方式，还是对他提出意见的方式是不同的。杜华姐会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呢？同事摆烂不做事儿。首先，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积极主动的人，那所以我希望用我自己身体力行的来影响到他。我是不一样的，如果他是我的下级，我就开，掰，直接掰。如果是我的平级的话，我就跟他说，如果你不好好弄，你影响到我，我也会这个想办法开，想办法把你弄走。如果是我上级的话，我走。总得有人离开。摆烂这个词是很严肃的职场词，不是说你的技能不行，是你的态度不行，而这种态度是已经是顽固的态度。这种情况之下，你没有必要把你人生有限的时间浪费在这种人身上。我觉得应该包容。因为我们那几个老伙计在一块儿，就是因为大家都上年纪了嘛，然后有时候一些晚会必须让我们跳舞，还有一些手脚都不太协调的，就有些人会在旁边有时候稍微划水，我觉得应该完全包容他，因为划水的就是我本人，对不起，对不起。你是摆不动，跟摆烂还不太一样。因为要让一个项目要完整高效的运行，其实向上管理和向下管理都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刚刚一直说到，为什么要选 leader 怎么样选出来？它有2个字非常重要，就是服众。对啊，你是怎么服李诞的？我先想想服马。我个人最相信的还是要专业过硬，至少要比我硬。专业过硬始终是衡量这个事情最重要的标准。就他可能是一个个性很奇怪的人，他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跟人交流都很困难的人，但是你最后拿出来的作品是让大家信服的，那你这个人其实就是让大家能信服。
问一下苏醒好了哈，0713里面你觉得谁最能服众？陈楚生啊，他当年毕竟是冠军嘛。不，还没过去这坎儿哈。其实也不是服不服了，我觉得大家是种默契。有时候的我们所谓的服众，可能是在一个群体里，每个人很明白自己的身份位置，找到一个彼此相处舒服的状态。你跟一个长期不服的人在一起，你也不可能舒服嘛，也不可能存在这个团体嘛。问一下陈潇好了，你最服杜华姐的是哪一点？什么都服。哇，你这个求生欲！我只想要一点，你却说出什么都服，是找不到那一点吗？都服。天真姐呢？我没有遇到过不服我的人。他这么一说，我也有点服气，好像。每个人一来就是。基本上跟你聊2句，他就服气了。第一，我专业能力出众；第二个，我说到做到；第三个，我懂得分享。这有啥好不服我的？不就都服了吗？服了，别看，服了，不用看我，不用看我。不服都不行，所以在职场上，不管是 leader 还是我们的组员，其服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特质，因为个人领导力和专业能力的双重体现，是一个团队良性运转的润滑剂。像各位都是有非常值得我学习的可取之处。那么接下来2组我们的团队已经组合成，所以说下一期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们下期再见。掌声欢迎这一期的飞行嘉宾苏醒。嗨，大家好，我是内娱史上第一个从第1期飞到最后1期的飞行嘉宾 Allen 苏醒。昨天呢，上海妇联找到我。Hello， 你好，你好。他们是有这样的诉求，希望能够有一些自我价值的实现，很希望你们给他们做出一些这样的指导来。那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帮助全职妈妈进行就业咨询。这算是一个公益活动了。我们就是在这里吗？那我们没有墙哎。你有没有一项技能立于不败之地？各位妈妈，有哪一个特别想要返回职场的有吗？没有。完了！他们应该不知道咱们的时间安排吧？圆桌会议所有时间都要推迟的。你们最近做了什么尝试没有？如果想返回职场，别跑了！大家好，我是一名23届的应届生。关于择业，我的价值排序首先会是热爱。就目前阶段的我而言，对于择业，我会首先去考虑自己是否喜欢这个行业，是否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们常说热爱是一切动力的来源，那么同样对于择业也是，去选择一份自己所喜欢、所擅长、所热爱的一份工作呢，我认为会大大提升自己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因为热爱，你就会愿意去多花时间、多花精力的去挖掘自己的长处，从而呢也会将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